我看你阳气十足，让人忍不住要吸2口。我当然阳气足了，因为我干的是驱鬼的营生。少蒙我！你不信？不信。我问你，那个土罗女人，既常住在你家客栈，可见过她兜售的人面花？你打问这个干什么？洛阳人都在讨论人面花，好奇嘛。十四娘，你倒是见还是没见过？我不但见过，我还有呢。想看吗？在哪儿？在我房间。跟我上楼。你还带着刀呢，一会儿可是要强迫我。少废话！你手里到底有没有人面花？当然，不然老娘一把年纪，皮肤怎么还这么好呢？人面花不是有毒吗？再说了，你年纪也不大。我从宫里出来那年，隋炀帝还在江都看琼花呢。你这个疯女人！隋朝皇帝下扬州，至今已近100年，净说笑话。怕了吗？那就当个笑话呗。我早就看出来了，你不是凡夫俗子，所以不敢怠慢，还是先把香熏上吧。电无好电，香无好香吧？是不是好香？你闻闻不就知道了。
我还害你不成？我哪舍得呀？如何是薄荷味儿？我没骗你吧？闻了我这香，你就会头脑清醒，就会想清楚，到底是不是真心喜欢我了？还是说说人面花的事？着什么急呀？你没有人面花吗？若没有，我如何保持青春永驻呢？那人面花是当年波斯国进贡给大隋的宝物，出宫那年我偷着带了一箱。别看它多年后早已风干，但只要用水泡过，便可新鲜如昨，用后便可使容颜永远青春。你真是隋朝人。还是先帮我驱鬼吧，我可是百鬼缠身呢。快说人面花在哪儿？你若凝神观看，你就会看到人面如花。有人来了。管他呢，今晚你就是我的郎君。扫兴！声音是朝着这间屋子来的。你刚才用的是什么香？薄荷味的香啊！有鬼呀！苏明啊，不好！苏明！苏明！就是那个土女人，对。喂，刚才楼上怎么回事？你和谁打起来了？张开！呀，
还不睡呀，郎君？这罗凌风也太不像话了，竟让你一个人涉险。苏明，人呢？是不是跑了？你不是来验尸的吗？人怎么又活了？你上哪儿找女店主去了？我这都差点……我不是，遇到了些麻烦吗？谢过樱桃姑娘出手相救。你们遇到什么麻烦了？鬼。对，青铜厉鬼。看来这前岁客栈真是不简单啊！那土罗女人到底怎么回事？我在查验那所谓的尸体时，发现其手指、脚趾的指甲皆呈紫色，随即我便查看了其鼻内。你查看他的鼻子做什么？因为我怀疑他使用了返魂香。死而复生。当初探破长安红茶案时，窦女的尸体不就是用返魂香处理过吗？不错。当时是老费提醒的我，后来我自己又做了一些探究，得知将此物涂抹在尸体上，可保尸体多日不腐；若将它放入鼻内，可使人气息暂闭，故而才叫返魂香。古时有巫者使用此物，即所谓的暂离人间而无限接近神明。使用此香时，气息暂闭后，手指、脚趾的指甲则皆呈紫色。邪物而已，不是什么好东西。如此说来，那土罗女人被邢隐拦在客栈后，便想利用重武之日的习俗，试图用返魂香蒙混过关，却不想你去验尸了。哎，好了，说说你吧。那青铜厉鬼是怎么回事？不知是何人所办，力大无穷，很难对付。对了，那女店主叫胡十四娘，自称是前隋的宫女，还说自己手里有人面花。隋朝人？那还不得100多岁了，简直是胡说。哎，他的那个人面花是从土罗女人手里买的吗？他说是当年从前隋宫里带出来的。他还说，正是因为使用了这种花，才得以青春永驻。哼，信口雌黄。我看此店就是黑店鬼店，我们需马上离开。离开？你还想一直住下去啊？你连自己的命都差点保不住，别再害死无名了。哼，我是中了迷香，开始的时候有一种薄荷味儿，闻后头脑清醒，所以我便大意了。现在不能走，我丢不起这人。哦，你八成是叫那女店主迷上了吧，才不肯走。他就是看上人家了。你，哎呀，好了好了。经过此夜，即使这家客栈再诡异，人员再莫测，可暂时也不会再有什么事儿了。我们只有离开这里，才能更清楚地观察这儿。罗凌风，还是走吧。外面早已宵禁，你们主仆2人带着一女子夜行，不怕被抓了？你这客栈确实是老店，听说人也古色古香。哟，你这当主人的，什么都跟仆人讲啊？我是喜欢你才这样。对了，我的仆人让我提醒你，东都洛阳不是一般的地方，
在这里装神弄鬼是会吃亏的。苏无名，你们俩谁是主人，谁又是仆人？我怎么糊涂了？你糊涂是因为这客栈阴气太重，赶紧走吧。那个黑衣人到底是谁？他为什么会救我？看来我漏掉了一个重要的线索。郎君去而复返，是对我真有情意啊！你那个男人怎么不在？我心里全是你，哪容他上我的床？那扇门就是给你留着的。少废话！告诉我，昨晚那个黑衣刀客在哪个房间？你们不是一伙的吗？再废话，我便用刀剥了你的面皮，看看你到底多少岁。就住在2楼，你原来住过的房间斜对面。人面花，你不是从前隋公主带出来1箱吗？你既中意我，给我2朵。你个大男人，要它何用啊？给。大将军，这里不方便说话，先进屋。苏长史果然就职了。你就是邢参军。我家长史早就料到你会来，我带你去拜见。哎呀，你看你来就来吧，你还带什么东西？太客气了。不必了，我需亲自交给苏长史。邢参军最近查案辛苦，请坐。多谢长史。听闻长史在是否就任一事上颇为劳神，今送上一味草药，此物有解郁安神之效。这是什么草药啊？远志。远志。邢参军这是要给我讲东晋名相谢安的典故啊？不敢，此物确实安神。当年谢安高卧东山，并无当官之意，后来被迫出仕，所谓东山再起。却有人说他只是为了家族之业，于是有人用这味草药来嘲讽谢安，因为此药别名小草，引的部分可称远志，出则叫小草。哎，我可没这个意思。你已经当上了长史，其实小草可比呀。其实在我看来，此药并非一物两名，而是露出地面的叫小草，其根名远志。我苏明还真如此药，志向植根于泥土之中，非他人可以随意猜测。人们所看到的
只是露出地面的一小部分而已。苏长史大才，邢影，刚才冒犯了。这不怪你，为庶人当政之时，卖官鬻爵。但凡心存良知之人，都会对协锋官深恶痛绝。邢参军愤愤，正说明你是个正直之士。惭愧啊！好了，说说案情吧。那土罗女人遁术了得，昨晚一宿竟没能捕获，今早城门一开，她就逃了出去，一直跟到了东郊绿野峰，在那儿又跟丢了。我怀疑她去了空中庭院。空中庭院，李约任东都留守后，在郊外的一座山峰修建了一处庭院，供有仙神。因半山间云雾缭绕，看上去此庭院仿佛伫立空中，故而被百姓称为空中庭院。苏明，邢影，中郎将，邢影拜见中郎将。起来吧。中郎将，这是……别一口一个中郎将的，我现在并无官职。啊，卢凌风现在是我的私人参军。私人参军？怎么，不行吗？属下岂敢有此意？哎，卢凌风，昨夜你去哪儿了？不会又去？人面花？您这花为何是干的？哦，对了，刚才光顾着跟苏长史说话，忘了说我也带人面花来了。这几朵是从购花者手里所得。我这个，并非洛阳市面上土罗女人都说的人面花，而是千随之物。你这不会是从胡十四娘手里得到的吧？我觉得，也许他没有说谎，就是隋朝人。隋朝人？颜色一深一浅，浅的素雅些。这朵新鲜的倒是更好看一些，却是如此恶毒之物。此花生长于大异国西南2000里之外的山谷，书中记载，当地有树，可生奇花，凝神观望，亦如人面。可据我所知，此花本身并无毒，更不会腐人肌肤。关键是，这中土哪儿来的人面花树呢？义兄，你怎么断定树在中土啊？土罗女人所授是新采摘的。对呀，我怎么没想到？色深的是前隋的干花，而色浅的则是害人的妖物。老费，你精通草药，这世上可有一种东西，能在最后一刻令人皮肉皆腐？当然也不是完全没有，但却少之又少。若以波斯豹黄为主，苗疆鬼丑为辅，再加上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，制成香，就能产生一种奇特的味道。初闻的时候十分美妙，甚至让人觉得神清气爽，一如薄荷，继而让人产生幻觉，手足无力。不过只是对男人有作用，所以又名丈夫香。这是当年隋朝宫中之物。果然是隋朝宫中用的，这个我已经领教过了。可是我想问的并不是这个。不要着急呀，我还没说完呢。
若是以苗疆鬼丑为主，搭配少许的豹黄，再配上几味古怪的草药，进入皮肤一定的天数之后，应该就可以达到瞬间腐烂皮肉的效果。不过这苗疆鬼丑倒是可以买到，但是豹黄在高宗年间就已经禁止出售了呀。此案比我想的更为棘手，你二位应迅速去空中庭院追寻土罗女人的下落。遵命。公主，苏无名已上任，这几日您只需在禅房里静心打坐，笑看他查探人面花便是。可是我总觉得如芒在背。您是说太子？你的消息放出去的倒是及时，可是他却滞留在东都，想要看我的结局，真是让我伤心。公主身体要紧，可不能生气呀。禀公主，高刺史到。进来吧。拜见公主。你交上来的名单我都看过了，这些年你替我在东都经营，颇有成效啊。一旦事成，名单上的人都会被重用。当然，我最倚重的还是你。多谢公主的信任，高忠义追随公主多年，定誓死效忠。只是我现在中了花毒，恐怕……禀公主，苏无名已经上任查案，我看用不了几天。你相信苏无名能探破此案，拿到解药，让我起死回生？狄公的最得意的弟子，定有些能耐。主要是公主吉人天相，绝不会有事。你回去召集名单上的所有官员，告诉他们，一定要相信苏无名能够帮我度过此劫，不许有二心。是公主。请。苏长史，见过高刺史。苏长史既已上任，我也就松口气了。是公主叫你来的吧？公主在里面等你，快去吧。非也，只是既已接手此案，公主有用过人面花，有被毒害的风险，苏无名不能不来啊。苏无名拜见公主。长安一别，有日子没见了。是啊。见我连官服都不穿，性子这么倔，怎么不愿意做我给你的官？但苏无名已经开始查案。你不肯穿官服，就是在向我示威。不敢。说说吧，为什么要接下这个案子？洛阳的百姓和公主的性命为大。怎么，我的性命排在百姓之后？算了，知道我危在旦夕还肯管我就不错了。苏无名，我只有6、7天的时间了，你当如何？尽力
鸡胸，寻到解药。贱婢！定是太子设计要陷害于我。陛下在哪儿？陛下管不管？公主勿躁，陛下已回长安。我也要回长安，现在就回。不可，公主只需静待，苏明必全力以赴，尽快拿到解药。你说的容易，要是拿不到呢？与其等着脸腐烂，不如现在就去死。在我死之前，我要烧掉整个洛阳，为我陪葬。公主，万万不可！你是觉得我不能死？不能。如何不能？公主，就算您什么都不想，也得想想自己的孩子们。孩子，在这世上没有几个人懂我。你苏无名，我也是似懂非懂。你在哆嗦。苏明不敢不哆嗦。看着我，你会全力以赴救我，对吗？一定会。为了公主，也为了洛阳的百姓。哼！你若不加这最后一句，我便不信你了。苏无名就是苏无名。好了。去办你的案子吧。是。放心去查你的案子吧，我不会自寻短见的。不是我贪恋这世间浮华，而是大唐不能没有我，复兴大唐更不能没有我。众郎将，这就是空中庭院。土罗女人跟丢后就消失无踪，当救在此庭院中。上前叩门。你们是什么人？洛州司法参军邢颖，奉命查案。邢参军，为何如此气势汹汹？今有案犯消失于此，故来此搜查。庭院里确实住着不少人，但我们这儿管得很严，断不会有什么案犯。更何况，空中庭院受朝廷保护，参军想要入内搜查，是要坏规矩吗？不管是什么庭院，既建在大唐国土，就应遵守大唐的规矩。妨碍捕贼官入内搜查嫌犯，这才是坏了规矩。这，邢参军，听说邢参军带人上山，想必是为了查案。老夫担心他们不让你进，看来我是来对了。留守，开门。是。留守请。莫怕，高宗天后时，诸国曾献各种珍禽异兽，很多就都养在这里。方才所叫，莫非是天铁熊？正是雌雄。高宗时期，迦毗叶国曾献巨熊，名曰天铁，可力擒白象，搏杀狮子。没想到，竟养在了这里。所以平时一般人不许进来，也是怕这凶狂的野兽
伤人呐。你是？这位是洛州长史苏无名，私人参军。哦，私人参军，竟也如此博学广识啊！有意思。还请留守把住在这里的所有人请出来，我们要逐一排查。都在内廷拜神。请。近日住在庭院里的人都在这里。他说的没错。邢参军不信，你可以让你的人去搜所有的房间。案情为大，老夫还是知道轻重的。新鲜的人面花友们，这土罗女人，应该是贪图钱财，用意以毒花诱人，见无处可逃，便服毒自杀了。元凶已找到，却已死了。当然，还需尽快找到解药。不过看眼下的情形，似乎……中郎将的意思，此案可以结了。我哪有权利说这样的话？只是陈述事实而已。邢参军有何高见啊？为探破此案，邢某已竭尽全力。是啊，看来这个案子就只能先到这一步了。不过不能对外声张，以免引起东都大乱。刺史，您怎么了？苏长史那边怎么样了？都说他断案有狄公风范，我看言过其实啊。哦，刚得到消息，线索就断了，查不下去。可苏明又不肯承认。这就剩下几天的功夫了。他还能寻到解药吗？您的意思是，公主行将不保了。到底是女人呐，想貌美如花，到头来却在这上头坏了大事。那刺史有何打算？所谓识时务者为俊杰。公主与太子现在已是水火不容之势。假如公主因人面花而不治，太子登基后必会严查我们这些公主的人。所以现在只有一个自保的办法，就是在公主的脸化为骷髅前，先投降太子。辛老弟，你的想法呢？辛某是刺史提拔的，一切听刺史的。继续查，毫无线索。若就此终案，又没法跟公主交代。我想，苏无名应该是处在两难中。卢凌风那边有没有请你相助？卢将军，他直说。他还算尽力，但是我感觉，他好像希望苏长史终了此案。那你呢？又作何想法？
邢颖愿誓死效忠殿下。若您觉得此案该结了，我便立刻结案，不再追查。你是司法参军，理应查明案情，更应该找到人面花的解药。而现在，如何能解呢？殿下，新回审到了。你先下去吧，还需全力探查此案。是。大将军，回慎拜见太子。起来回话。是。近来如何？公主对我很信任，叫我监视高忠义，却不知在下誓死追随的是太子殿下您呐。你追随的不是我，而是大唐。而大唐正因为有你这样的忠臣贤才，才会更有希望。怀慎谨记。啊，有个好消息。高忠义觉得苏无名难解此案，公主已时日不多，故已决定转投太子。哦，他不知道殿下还在洛阳，我想他很快就会修书，叫人送到长安。殿下，高忠义见风使舵，绝不可用啊！大将军高见，但我也有些自己的看法。你说。公主虽然命在旦夕，但毕竟还没到最后的时刻。若能在此时削弱其羽翼，太子登基之际，朝野上下都会说“众望所归，民心所向”，岂不是大好事？我现在没这个心思。探破此案，就这么难吗？难道姑姑就真的没救了吗？唉。应该是无可挽救了吧。不过，人面花一案并非殿下在策动，所以您无需。还是寄希望于庐陵封主苏无名，在姑姑危命前找到解药吧。惊觉幻夜里，浮迷去，盛世繁华里，着新年生安逸，万计不休，跋涉夜行。心有火光燃东河，去风鸣，是正义。为这长夜孤影寻一个真理，命运壮志为伴撑起了天地。苍生难移，将是非刻在朗朗心底，要真相重拾这正义。总有你无情暗涌在心里，出命运道尽世间情，恩为年，怨为心，河山不休，翻云覆雨，山伏荆棘，高为远，求安心，为正义。为这长夜孤影寻一个真理，凌云壮志为伴撑起了天地。苍生安逸，将是非
碑刻在朗朗心底，要真相充实着正义。总有千帆险境，亦不枉此行。只惧尘血落尽，空有缘为名。生死何以将情浪化尽这好风景？冉冉正气，诗心犹存。